萬萬不敢相信，我國最大的貪官和珅的墓地竟然會在水下。可以說，這樣高規格的墓葬，只有皇家標準才能打造，而和珅作為一個臣子，卻可以擁有如此墓葬。在大多數人眼中，一般的官員墓葬都稱之為古墓，而和珅的墓葬卻被百姓稱呼為和陵，可見和陵之豪華程度。當然，和珅的陵墓這一次終於找到了。作為第一貪官的和珅，他說第二貪，沒人敢說第一。作為古代最大的貪官，和珅也是提前為自己修建了地下宮殿，但他怎麼也沒想到，自己貪了半輩子的血汗錢還沒來得及花費，就被嘉慶給一掃而空，整整8億萬兩黃金。可是當時15年的國家稅收，和珅雖然去世100餘年，但後人還是意外找到他的古墓。那麼和珅古墓當中會有什麼珍貴的寶貝呢？點個關注，點個讚，我們接着往下看。在1974年的北京郊區，位於蓟縣關莊鎮的農民正在地裡面幹活，但是讓人沒想到的是，原本看似平平無奇的土地，忽然之間塌陷，露出一個大窟窿，並且讓大家不解的是，周圍灌溉土地溢出的水源源不斷地流進這個窟窿裡面，但是卻始終不見這個土坑被填滿。這個時候，周圍幹農活的農民才發現，這個窟窿不是尋常的土坑。於是幾個膽子大的農民鑽進這個土坑裡面，想要看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。待爬進去之後，這些人才發現，這裡面居然是一座古墓，並且規模不小。這個消息很快就傳播開，當天晚上就有人進入這座古墓盜墓。等到村裡人發現報警之後，這批人早就不知所蹤。此後，這座古墓一直時不時受到盜墓賊的打擾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時間也就來到了2001年，這座古墓又吸引了一夥盜墓賊。這夥盜墓賊甚至比較有組織性，帶頭的大哥叫趙松海。這位趙松海原本是個商人，但是在後期因為投資失敗，趙松海在社會上負債累累。在一番琢磨之後，趙松海認為只有盜墓成本小、利潤高、來錢快，並且他聽說在蓟縣當年的大貪官和珅就埋在此處。雖然和珅最後被嘉慶給抄家，但是趙松海認為和珅再怎麼說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在他的墓葬裡面肯定還有相當多的隨葬品。於是在確定了目標之後，趙松海找來了一批人来到了蓟縣，並且趙松海團夥的確找到了墓葬。在先後5次的盜掘之中，趙松海團夥獲利頗豐。根據事後的統計，這批人盜取了清初白釉匠口罐、清代包金髮簪、翠佛頭、清代银托鲁宾石戒指、翠琥珀朝珠等大量陪葬品。這件案子很快引起了警方的重視，於是在追查下，這批人悉數歸案，並且在趙松海的家裡，警方搜出了大量的陪葬品。在清點的過程中，根據趙松海等人的口供，這墓葬的主人是和珅。相關的考古隊對這種說法也是半信半疑。首先，因為這座墓葬裡面的隨葬品數量的確可觀；其次，隨葬品的質量很高，特別是琥珀朝珠等物品，起碼是2品以上的高等級官員才能擁有。但是在現場的調查中，有墓主人身份信息的碑刻和建築都已經隨着歷史的變化而被毀壞，因此考古隊沒有能發現任何的信息。在鄉附近村子的走訪中，考古隊從周圍的人口中得知，從自己知道事情開始，老一輩祖祖輩輩流傳下來說，這座墓葬就是和珅的墓，並且老一輩人還有一首相關的歌謠，也是傳唱這座墓葬是和珅的墓葬。此外，再看這座墓葬的選址，周圍的群山把這座墓葬圍攏得很恰當，是一處風水寶地，並且最重要的是，此地距離乾隆的陵寢很近，能這麼幹的，估計只有和珅才有可能了。根據歷史的記載，和珅在生前就給自己大修墳墓，並且自己的墳墓完完全全是按照清朝皇家的陵寢參考配置。但是在乾隆去世之後，和珅也就跟着倒霉。在嘉慶皇帝即位之後，那句大家都知道的和珅跌倒，嘉慶吃飽，
於是，這位權傾一時的大貪官終於去世。但是因為和珅生前的作威作福，以及自己的確擁有的巨額財富，當地老百姓對於和珅還是比較重視的。王公大臣的墳地只能叫做墓，但是和珅在蓟縣的墳墓卻被當地老百姓叫做和陵。這座於治，自然也該輪到和珅倒霉。在和珅被抄家之後，嘉慶自然連和珅的墓地也不放過。原本和陵有着和皇家陵墓一樣的享殿和寶鼎，但是都被嘉慶給拆得乾乾淨淨。在現場的調查當中，還能看見昔年留下的建築殘件，甚至在這些建築殘件之外，還發現了護城河的遺跡。因此可以看得出，和珅墓地當年的規模的確是十分驚人的。在上個世紀的60年代，蓟縣當地需要修建水庫，和珅的墓地剛好就在庫區的範圍之內，因此也只有每年的枯水期，和珅的墳墓會出現在人們的眼前。雖然和珅的墓葬因為歷史原因和各種人為的破壞，基本上也沒剩下什麼了，但是和珅墓前一對比較珍貴的漢白玉獅子卻被保留到了現在，目前也被安排放置在了天津的獨樂寺門口。當然，对於此地到底是不是和珅的墓葬，在建國後也處於爭論不休的情況。因為客觀來講，說這裡是和珅墓葬的，只有歷史書上的一部分只言片語，以及當地人口口相傳留下來的傳說而已。雖然有着比較珍貴的朝珠，證明該墓葬是清朝時期的高官墓葬，但是無法直接證明這串朝珠是屬於和珅的。不過，從另外的角度，似乎也可以部分印證該地的確是和珅的墓葬，那就是在和珅的兒子豐紳殷德，因為被嘉慶皇帝給發配，雖然幾年之後回到北京，但是因為作為這麼一個貴公子，從小沒怎麼吃過苦，這麼一折騰，基本把命也給折騰進去。根據歷史的記載，和珅兒子在去世之後，他的棺材也被其家族成員運到了冀州，安葬在這座和陵附近。因此，此地可能的確就是和珅家族的家族墓葬。